大家好，欢迎来到蝴蝶飞飞。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故事。话说古时，巨石镇有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名叫李天宝。此人10多岁的时候，父母就因病离世了。乡里乡亲们看他可怜，经常接济他，使他不至于饿死。在李天宝12岁那年，他已经懂得了一些道理。他知道自己这样一辈子靠着别人的施舍过日子，终究难有出头之日。思来想去之下，他打算学门手艺，将来养家糊口，娶妻生子。就这样，李天宝来到了当地一个木匠的家中。这老木匠家中已经有了2个徒弟，本来是不愿意收李天宝为徒的，只不过李天宝在老木匠的家门口跪了3天3夜，最终感动了老木匠。老木匠声称他这2个徒弟都是故人之子，将来继承他的衣钵无可厚非。但是李天宝出师之后，必须要到其他地方做木工，不能影响他的生意。李天宝听到老木匠这么说，当即保证说道：“您放心吧，只要我学的手艺之后，我就离开此地，除了给父母上香之外，绝不会踏足巨石镇一步。”就这样，李天宝成了老木匠的徒弟，吃住在老木匠家中，跟着老木匠学习木工手艺。他自知自己在这里白吃白喝并不妥当，于是在学习之余，经常会帮着老木匠做家务。老木匠的妻子是个温柔的妇人，她看到李天宝如此勤快，对李天宝十分喜欢，经常趁着老木匠的其他2个徒弟不在，偷偷给李天宝塞吃的。李天宝为了能够早日出师，夜以继日地学习木工手艺。每次2个师兄已经休息睡觉了，他还在院子里琢磨。就这样过了将近2年，李天宝的木工手艺已经超过了他的2位师兄。这一日，老木匠把李天宝叫到房中，对李天宝说道：“你在我这里学习木工手艺已经快2年了，我已经没有什么可教你的了。你我师徒缘分已尽，过几天你就离开此地，另谋出路吧。”李天宝听了以后，心中有些难过。要知道这2年以来，老木匠对自己并不差，师娘更是偏爱自己，经常给李天宝偷偷塞吃的。从小失去父母的李天宝，在老木匠的家中感受到了亲情。只不过他学手艺的时候，曾经答应过老木匠，出师之后就会离开此地，绝不影响老木匠的生意。因此，虽说李天宝有万分不舍，但还是给师傅磕了3个头，随后进屋收拾东西去了。第2天一大早，李天宝离开了老木匠的家，随后他来到了自家爹娘的坟前，为他们烧纸之后，离开了巨石镇。在李天宝临行之前，老木匠塞给了他一些银子，让他留着路上花。李天宝靠着这些银子做盘缠，几天之后来到了另一个城镇。此地看上去比巨石镇要繁华富庶许多，李天宝就在此地安顿了下来。由于没有钱开木匠铺，所以李天宝每日走街串巷地询问有没有人打家具做木工。这样做虽说有些辛苦，赚的钱也不多，但是也有一些人愿意找李天宝打家具。就这样，李天宝靠着给人打家具，慢慢地攒了一些钱。3年之后，17岁的李天宝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木匠铺。当地的媒婆看到李天宝年纪轻轻如此有能力，都纷纷给李天宝说亲。不过李天宝却觉得自己现在并不着急娶妻，再等2年也不迟。这一日，李天宝去城北给人家送家具，回来的路上天降大雨。李天宝看着泥泞的道路，四处张望，打算找一个避雨的地方。他发现前方不远处有一个尼姑庵，心里有些犯愁。自古以来，男女授受不亲，更何况是清心寡欲的尼姑，
不过他看着这么大的雨，自己若是再这么淋下去的话，非得着了风寒不可。思来想去之下，李天宝最终决定去尼姑庵躲雨。他推着板车走到尼姑庵，并没有敲门进去，而是站在尼姑庵的屋檐之下避雨。可是说来也怪，尼姑庵中的尼姑仿佛知道门口有人一般，打开了门。李天宝看到这个情况，赶紧拱手施礼说道：“这雨下得太大了，我就在这屋檐之下躲会儿雨，等雨稍小一会儿我就走。”只见一个30多岁的尼姑，后面跟着一个17、18岁的年轻尼姑，朝着李天宝笑了笑，然后说道：“出家人以慈悲为怀，下这么大的雨，你站在这屋檐下，虽说淋不到雨，但是狂风呼啸，难免会着了风寒，还是进来吧。寺中有些茶水，喝上一杯暖暖身子。”李天宝看到尼姑如此盛情，当下也不好意思再推辞，就这样跟着尼姑进了尼姑庵。那名17、18岁的年轻尼姑很快端来了一杯茶水，李天宝谢过之后，端着茶杯慢慢喝起了茶。一杯茶下肚，他觉得自己的身上暖和了不少，刚想站起身来给这2位尼姑道谢，可是却觉得脑袋一阵眩晕，随即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也不知过了多久，李天宝从昏迷之中醒了过来，可是他发现自己浑身赤裸，身上的衣服不翼而飞。不仅如此，李天宝还发现自己居然失了童子身。正在惊愕之时，之前那2名尼姑走了进来，那名小尼姑手里还拿着李天宝的衣服。李天宝虽说涉世未深，但是也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十分愤怒，对2个尼姑说道：“那你们还是出家人，居然如此厚颜无耻，真是枉为出家人。”谁知2名尼姑听完之后，居然哈哈大笑了起来，丝毫没有一点羞愧之心。李天宝站起身来，从尼姑手里夺过了自己的衣服，随后穿衣下床，准备离开。可是2名尼姑却拦在了门口，对李天宝说道：“此地岂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你这小郎君长得如此俊美，就留下来跟我们一起生活吧。”说完之后，年纪稍大一点的尼姑手里拿了一根绳子，准备把李天宝绑起来。李天宝此时灵机一动，对2名尼姑说道：“你们居然还想囚禁我，真是不知好歹。实话告诉你吧，我从家中出门的时候，跟家中姐姐说过去城北送家具，而城北那户人家也知道我冒雨前行。我告诉城北那户人家，如果半路下雨，我就去那尼姑庵的屋檐之下避雨。若是我就此失踪，想必我那姐姐肯定会去城北了解情况。到时候等我姐姐报了官，你们2人就等着吃官司吧。”尼姑听到此话之后，顿时有些犹豫。他们2人虽说好色，但是平日里小心谨慎，今日看到李天宝一个人在山门外，这才起了歹心。如今李天宝这样说，那位年长的尼姑沉思片刻，对李天宝说道：“放了你倒也不是不可以，只不过我们怎么能保证你不会去报官呢？”李天宝此时脑子转得飞快，随后他对2位尼姑说道：“2位有所不知，我今日除了去送家具，还去私会心上人了。这种事情我肯定不会对别人说，若我去报官的话，官府很有可能把此事查出来，这样对我来说也不利。我怎么会这么傻去报官呢？你们就放心吧。”2位尼姑听到此话之后，心里暗暗舒了一口气，随即把李天宝放出了尼姑庵。李天宝逃出升天之后，朝着尼姑庵的方向吐了一口吐沫，随后飞快地下山去了。下山之后，他直奔官府，把尼姑庵里的事情全都报告给了县令。县令听到李天宝这么说，派人去尼姑庵中搜查，
令人没想到的是，这2个尼姑居然在尼姑庵中囚禁了好几个年轻俊美的男子。县太爷把2个尼姑抓捕归案，随后将这些男子一一放回家。这些男子之中，有一个是从京城而来的贵公子，因为贪玩和家中的随从分离了，这才被尼姑庵中的尼姑有机可乘，囚禁了起来。如今这公子得以脱险，除了感谢县令之外，最感谢的就是木匠李天宝。他找到李天宝之后，献上了重礼。看着李天宝和自己年岁相当，他对李天宝说道：“我马上就要回京城了，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去京城？我可以找京城之中最好的木工师傅，教你木工手艺，到时候你可以为皇家建造家具，可谓是光宗耀祖的事情。”李天宝虽说有些舍不得自家的木匠铺，但是一听说去了京城之后可以学到最高深的木工手艺，当即便答应了下来。就这样，李天宝跟着这位公子一起来到了京城。经过公子的引荐，李天宝顺利的拜师，开始学习起了正统的木工手艺。由于他本就有木工底子在，所以学起来十分快，1年多的时间就已经可以跟着师傅去宫中修缮皇宫中的一些建筑。再到后来，李天宝成为了名正经师的木匠。他再次返乡的时候，第一时间来到了曾经教他基础木工手艺的老木匠家中，献上了金银珠宝，感谢老木匠当年的收留之恩，更感谢老木匠当初的传授之恩。不仅如此，为了报答乡里乡亲们的接济，李天宝还特意为家乡盖桥修路。乡里乡亲们看到李天宝如此有出息，纷纷感叹，当初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如今居然有如此成就，实属难得呀。民间故事：男子夜归，发现黑影潜入府中，跟踪发现府上小妾贪淫。话说古时，幽州有个员外名叫郑德志，此人家大业大，在当地乃是数一数二的富贵之家。说起郑德志的发家史，也算是一段传奇。郑德志年轻的时候并没有如今这般富有，20多岁的时候还是一个走街串巷的货郎。由于家境贫寒，甚至没有媒婆愿意给他说亲。不过郑德志向来开朗，并没有因为自己家境贫寒而自怨自艾，仍然每日乐呵呵地生活着。这一日正值秋收，郑德志把自家的庄稼收获之后，为了多赚一些钱，他帮助别的农户收割庄稼。直到傍晚时分，农户们都回家了，郑德志借着月光还在干活。直到亥时，郑德志这才拖着疲惫的身体朝着家的方向走去。由于当天晚上月亮正圆，把周围照得十分明亮，郑德志哼着小曲儿在路上走着，突然之间被什么东西给绊了一下。郑德志刚想发火，可是转头一看，发现原来是一个罐子。想来当地的人们在收割庄稼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到这罐子，只是刨了一锄头，把罐子露出了一个小角。郑德志当即蹲下身来，想要看看这罐子是否有破损。若是没有破损的话，拿回家去也算是个物件。可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当他用锄头彻底刨开土地，露出整个罐子的时候，发现罐子是被倒栽着，里面居然有着满满一罐金子。郑德志一直以来穷困潦倒，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多的金子，一时之间愣在原地。许久之后，他看到四下无人，脱下了自己的衣服，扯成布条，把罐子绑了起来，背在背上，吃力地朝着家的方向走去。等到回家之后，郑德志已经累得大汗淋漓了。他把这罐金子放在床上，生怕被人给知道了，搂着这罐金子睡了一晚上。第二天天亮之后，郑德志并没有下地干活，也没有挑上担子走街串巷卖东西，而是静静地坐在床边，
思考着该如何处理这些金子。他向来是个低调之人，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他并没有对任何人说出此事，而是悄悄地在镇上买房置地，并且开始学习做买卖。还别说，郑德志确实有做生意的天赋，短短3年时间，他的生意便做得十分顺畅了。而后，他搬进了早已买好的大宅子之中，众人都以为郑德志做生意发了财，所以才买房置地，并不知道他这些钱其实是无主之物。富起来后的郑德志知道穷苦老百姓生活不易，于是经常在自家的府门口吃粥赠粮。不仅如此，他每当碰到一些遇到困难的穷苦老百姓，都会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他们。因此，百姓们对郑德志十分爱戴。当地的县太爷是个大清官，他知道郑德志虽说富有，但是心地善良，于是对郑德志十分看好。郑德志也敬佩县太爷铁面无私，于是二人在交往之下，居然结为了异姓兄弟。不仅如此，县太爷有个儿子刚满5岁，郑德志的女儿一样大。二人看着2个孩子俩小无猜，于是便给他们定了娃娃亲。这样一来，郑德志和县太爷可谓是亲上加亲，大家走动频繁，宛如一家人一般。这一日，郑德志和县太爷带着2个孩子去郊外踏青，可是没想到途中下起了大雨，雨水把前方的一节道路冲塌了。不得已之下，郑德志只好让人驾着马车绕道而行。按理来说，他们如果走之前的道路，不到1个时辰就可到家。可是如今，他们走了一条更加偏僻的道路，要足足3个时辰才能回到家。不仅如此，这条道路由于走的人少，所以经常有一些山贼土匪出没。对此，县太爷和郑德志倒是不怕的，因为他们临行之前带了好几个武功高强的手下，即使有土匪山贼出没，正好可以把他们抓捕归案。就这样，郑德志坐在马车之中闭目养神。突然之间，他感觉马车晃了一下，掀开帘子之后，郑德志发现前方居然有打斗的声音。定睛一看，他们果然遇到了土匪。不过，这些土匪并不是冲着他们来的，这正在打劫平民百姓。郑德志看到这个情况之后，赶紧让人前去制止他们伤害老百姓。随行的手下听到员外这么说，赶紧骑马上前，可最终还是晚了一步，也看着土匪把3个平民百姓砍倒在地，不知是死是活。郑德志的手下个个是武功高强之辈，他们抽出了随身携带的佩刀，和土匪们展开了搏斗，最终把7个土匪全都制服。战斗平息之后，郑德志和县太爷走向马车，看着倒在血泊中的3个百姓，应该是一家3口。随行的属下上前查看3人的伤势，发现2个大人已经重伤致死，一个11、12岁的男孩虽说受了重伤，但是还有一丝生机。郑德志听闻此事之后，赶紧让人把这男孩带上马车，并且请了城中最好的大夫为男孩医治。3天之后，男孩从昏迷之中醒了过来，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郑德志询问他的身世，男孩告诉郑德志，自己名叫冯涛，跟着父母来此地投亲，可是亲戚已经搬到了更远的徐州城。他们在此地举目无亲，准备回老家的时候，却遇到了这帮土匪。土匪抢了他们唯一的盘缠，父母上前理论，却被土匪砍死了。郑德志看着冯涛甚是可怜，当下便对管家说道：“这小子在此地没有亲人，以后就让他跟着你，在咱们府中做事。”冯涛听到郑德志这么说，当即跪了下来，对郑德志说道：“您的大恩大德，我无以为报。
今后我一定会跟着管家好好做事，报答您的。”就这样，从此以后，冯涛便跟着管家做事。由于他聪明机灵，又会来事儿，管家也有意培养他成为自己的接班人一般，把自己所知道的一些东西倾囊相授。过了3年，此时的冯涛已经15岁了。此时的他，面对管家交给他的事情，都会办得天衣无缝。管家不止一次向郑德志夸奖冯涛，说这孩子是个可造之才。这一日，郑德志把冯涛叫进了书房，对冯涛说道：“南方有一批货物需要你亲自去接头，本来这事是交给管家处理的，不过他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你也老大不小了，跟着管家做事这么久，也应该可以独当一面了。此事就交给你去办，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冯涛听到郑德志这么说，对郑德志躬身行礼说道：“老爷放心，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就这样，冯涛背上了行囊，骑着马，带着2个仆从，启程上路了。一路上十分顺利，半个月后抵达了南方。取货完成之后，冯涛马不停蹄地往回赶，又是小半个月的赶路。等到他回到府中之时，已经是深夜了。由于时间太晚，冯涛准备第2天再向郑德志汇报。于是他进了府之后，直奔自己所住的房间，准备休息。可是就在此时，冯涛看到有一个人鬼鬼祟祟地翻墙而入。由于天太黑，冯涛看不到那人长什么样子，只能看到此人身手极好。冯涛觉得此人深更半夜翻墙而入，非奸即盗。他本想喝住此人，可是一想到此人身手极好，没准还会武功，自己贸然前去的话，非但不会抓住他，自己反而也会有危险。于是他踮手踮脚地跟到了那人的身后。只见那人7拐8拐，走进了一间院落。冯涛发现这院落乃是郑德志小妾的院子。他看到那人敲门之后，走进郑德志小妾的房间。冯涛赶紧凑上前去，想要看看这2人究竟有何关系。可不看不要紧，一看吓了一大跳。此时郑德志的小妾正坐在那名男子的腿上，一脸暧昧地和男子说着话。那男子对小妾说道：“交代你的事情，你可办好了？李老爷那边等着我回话呢。”小妾一脸嗔怪说道：“你10天半个月不来一回，只要一来就说这些事。你放心吧，我给那郑老头下了慢性毒药，相信不到2年，他就会毒发身亡的。到时候我们俩远走高飞，岂不逍遥快活？”冯涛站在门外，惊得目瞪口呆。他怎么也没想到，郑德志的小妾居然给郑德志下了慢性毒药。他们口中所说的李老爷，乃是郑德志生意上的死对头。冯涛想要进去把这男子制服，可是他自知自己不是男子的对手，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就在此时，他看到了一个巡夜的小厮，当即便悄悄地叫来了小厮，让他带护院过来。不久之后，后院带了好几个手持棍棒的下人，走进了郑德志小妾的院子。在冯涛的示意之下，他们踹开了房门。只见房门之中果真有着一男一女。此事很快惊动了郑德志。郑德志赶了过来，当他听说他的小妾不光和别人有了奸情，而且还给他下慢性毒药，当即便狠狠地甩了小妾一巴掌。小妾被打得晕头转向，不过她跪了下来，连连求饶，希望郑德志能够放过她。可是郑德志虽说平日里心地善良，但是却是一个恩怨分明之人，对待敌人绝不会心慈手软，要不然他的生意也不可能做得这么大。只见此时，他恶狠狠地对小妾说道：“那你给我下毒的那一刻，就应该想到今天的后果。你们这对奸夫淫妇，今天被我抓到了，
我不会放过你们的。说完之后，郑德志示意下人对这二人拳打脚踢了起来。不过在他们晕过去之后，郑德志缓缓说道：“停手吧，就这样把他们打死也太便宜他们了。我要让他们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第二天一大早，早起的人们发现街边居然多了一个乞丐。此人看面相也就20多岁，可是他的手筋脚筋都被挑断了，舌头也被割了，趴在街边咿咿呀呀的乞讨。而这位乞丐就是郑德志小妾的奸夫，而郑德志的那位小妾则被留在郑德志的府上，每日过着连下人都不如的生活。从一睁眼开始就要干活，只要偷懒就会被人责打，可谓是悲惨至极。面对此二人的下场，府中的众人并没有半分同情，反而嗤之以鼻。随后，郑德志请来了当地最好的大夫，为自己查看身体。不过所幸的是，虽说他中了慢性毒药，但是好在时间不长，一切都有挽回的余地。经过此事之后，郑德志对冯涛更加的器重。冯涛在府中的地位也是节节高升。在老管家上年纪后，冯涛帮着郑德志全权负责起了府中的大小事宜，成了新一任的管家。而郑德志也更加热衷于做善事，他觉得当初自己一时心善，救了冯涛，而冯涛也在阴差阳错之下救了自己的性命，可谓是善恶到头终有报，多做好事，积下阴德，总会有福报来临的那一天的。民间故事：猎户父母去世，他无意撞破妻子贪淫，才知父母去世真相。话说古时，济南城的泰安县有一个身世可怜的女子，名叫赵采莲。此人自打出生以来就不会说话，父母对她厌恶至极。在赵采莲3岁的时候，父母带着家中的兄弟姐妹一起搬离了此地，可是唯独撇下了年幼的赵采莲。赵采莲被父母抛弃，一时之间成为了没人管的野孩子。好在当地民风淳朴，当地的人们东家一口吃的，西家一口喝的，给赵采莲给予帮助。就这样，赵采莲在乡里乡亲们的帮助之下，慢慢的长大了。长到16岁的时候，赵采莲的容貌已经在当地十分出众了。虽说她不会说话，但是优秀的容貌加上温柔的性格，导致很多男子想要娶赵采莲为妻。赵采莲有个青梅竹马，名叫赵四海。此人从小家境贫寒，父母早早因病离世。赵四海从小跟着叔叔婶婶一起生活，叔叔是当地的一个猎户，因此赵四海在10多岁的时候就跟着叔叔进山打猎。长到17岁的时候，赵四海已经成为了一名独当一面的合格猎人了。赵四海和赵采莲两家离得并不远，因此赵四海每次打猎归来的时候，都会给赵采莲带一些野味，赵采莲也会帮着赵四海缝补衣裳，做一些分内之事。二人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都对对方产生了好感。就这样，在当地媒婆的撮合之下，赵四海和赵采莲结为了夫妻。成亲以后，赵四海每日上山打猎，赵采莲则学着村里的妇人做女工，夫妻二人共同努力，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没过多久，赵采莲怀上了赵四海的孩子。赵四海每日尽可能的早些下山回家照顾怀孕的妻子。10个月后，赵采莲迎来了生产。令人高兴的是，赵采莲这次居然一次性生了一对龙凤胎。这件事在当地也算是一件十分稀奇的事情了。乡里乡亲们都来看这对龙凤胎，赵家一时之间热闹非凡。在2个孩子的满月宴上，赵四海分别给儿子取名为赵景荣，给女儿取名为赵景秀。从此以后，赵采莲每日在家中照顾着2个年幼的孩子。
赵四海则继续上山打猎补贴家用。这天一大早，赵采莲起床之后发现赵四海已经上山了。他看着两个孩子还在熟睡，轻手轻脚地做起了家务。快到晌午的时候，赵采莲便开始为一大家子准备饭食。就在此时，当地的樵夫赵阿牛来到了赵采莲家，十分焦急地对赵采莲说道：“采莲姐，不好了，四海哥他出事了，你快点随我去看看吧。”赵采莲听到此话之后，顿时觉得一阵眩晕。她把两个孩子托付给了邻家的阿婆之后，赶紧随着赵阿牛一起上了山。走了大概一炷香的功夫，赵阿牛终于停下了脚步。赵采莲看着前方有一个人，身下淌着一滩血，一动不动地倒在地上，而伤口之处还有着野兽啃咬的痕迹。此人不是别人，正是赵采莲的丈夫赵四海。原来赵四海今天早上上山打猎，本来对方已经掉入陷阱，可是当赵四海靠近陷阱的时候，野兽突然冲了出来，拼尽全力把赵四海给咬伤了。由于一大清早山中也没有任何人，所以赵四海最终因为失血过多死亡了。直到上山砍柴的赵阿牛发现了赵四海，这才着急忙慌地跑回去，告诉了赵采莲。在乡里乡亲们的帮助之下，赵采莲忍着伤痛，把赵四海给安葬了。自从赵四海去世之后，赵采莲一个人拉扯着两个孩子，十分的艰难。她尽可能地省下钱来让两个孩子吃好喝好。可是即便如此，两个孩子还是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这一日，赵采莲刚把两个孩子哄睡着，就看到当地的王媒婆进了院子。赵采莲赶紧出门相迎。二人一起走进屋子之后，王媒婆就开始有一搭无一搭的和赵采莲聊天。王媒婆看着赵采莲每日那么辛苦，于是对赵采莲说道：“你家四海如今已经去世将近1年了，乡里乡亲们都看着你拉扯两个孩子，实在太不容易。你还这么年轻，容貌又不差，何不再找一个实在人改嫁？这样的话，两个孩子也能有所依靠，你也能过得轻松一些。”赵采莲听到王媒婆这么说，虽说自己不想辜负赵四海，但是一想到两个孩子经常饿得直哭，她一个弱女子根本无力抚养两个孩子，于是只能点头答应，让王媒婆帮她说亲。王媒婆离开后的半个月，她再一次登门而来。此时，王媒婆对赵采莲说道：“咱们镇上有个屠夫，平日里杀猪宰羊的，家境很是不错，只不过相貌有些丑陋，因此都快30岁了，还没有女子愿意嫁给他为妻。此人他是肯干，若是你能嫁给他的话，两个孩子也能过上好的生活。”赵采莲平日里去镇上买东西，也曾见过王媒婆口中所说的屠夫。此人姓刘，名字并不知晓，只知道大家都叫他刘屠夫，长得5大3粗，看起来十分凶恶。不过赵采莲曾经见过他把卖剩下的一些肉免费送给买不起肉的孤寡老人，因此赵采莲觉得刘屠夫是个心地善良之人，于是他对王媒婆说道：“不要那刘屠夫愿意娶我为妻，并且真心实意地对待我的两个孩子，我也定当安分守己，做他的妻子。”就这样，2个月之后，赵采莲带着儿子赵景荣和女儿赵景秀改嫁给了镇上的刘屠夫为妻。二人成亲之后，刘屠夫每日在屠宰铺中赚钱养家，对待赵采莲和2个孩子也是十分好的。赵采莲看到他对2个孩子如同亲生的一般，心里对刘屠夫十分感激，实心实意地跟着刘屠夫过日子。一转眼10年过去了，2个孩子也已经12岁了。当地有句俗话，那就是男孩子不吃10年闲饭，
意思就是男孩子一过10岁，就要学习一技之长，不可以整天待在家里吃闲饭。刘屠夫和赵采莲看着赵景荣已经12岁了，于是商量着让赵景荣学一门手艺。刘屠夫表示，所谓子承父业，自己就是做屠宰行当的。赵景荣如果跟着自己学习屠宰手艺，他肯定会实心实意地教赵景荣。可是赵采莲却对此事并不同意，因为刘屠夫常年屠宰牲畜，身上总是有一股很浓重的血腥味。不仅如此，刘屠夫长得5大3粗，屠宰期生出来得心应手。可是赵景荣身材消瘦，并不适合做屠宰行当。在二人的商量之下，刘屠夫和赵采莲最终决定让赵景荣去做个木匠，当地一个手艺高超的木匠，姓冯，此人是个大孝子。父亲早早离世，他对待母亲乃是远近闻名的孝顺。3年前，冯木匠的母亲外出不慎跌倒，恰逢当时下着大雨。刘屠夫看到这个情况之后，认出了那是冯木匠的母亲，二话不说就把冯木匠的母亲背在背上送回了家。对此，冯木匠对刘屠夫十分的感激，逢年过节还经常给刘屠夫送些礼品。靠着这层关系，刘屠夫带着赵景荣来到了冯木匠的家中。他开门见山地对冯木匠说道：“这孩子今年已经12岁了，整天待在家中无所事事的。我和他母亲就想着让他学一门手艺，于是把他送到你这里，还请你收他为徒吧，让这孩子将来也有着一技之长，养家糊口。”冯木匠听到刘屠夫这么说，二话没说就把此事答应了下来。赵景荣给冯木匠磕头拜师之后，就跟着冯木匠开始学习起了木工手艺。由于冯家距离刘屠夫家足足有着3里多地，赵景荣每日一来一回，很费时间，所以冯木匠索性就让赵景荣住在自己家中。1个月之后，冯木匠突然带着赵景荣来到了刘屠夫的家。刘屠夫和妻子赵采莲都十分纳闷，以为是赵景荣不好好学习木工手艺，调皮捣蛋，惹冯木匠生气了。于是还没等冯木匠说话呢，刘屠夫和妻子赵采莲便一个劲儿地对冯木匠赔礼道歉，声称孩子还小，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还请冯木匠多担待。可是此时，冯木匠却摆了摆手，对二人说道：“这孩子并没有调皮捣蛋，不好好学习，只不过做什么都要讲究天赋的。我教了这孩子整整1个月的时间，发现他并没有做木工的天赋，所以把这孩子送回来。”刘屠夫和赵采莲听到冯木匠这么说，对赵景荣有些失望。不过二人都是开朗之人，没过一会儿便想通了。自古以来，360行，行行出状元。既然赵景荣在做木工方面没有天赋，那就不必强求。于是二人送走了冯木匠之后，并没有过多责备赵景荣。往后的日子里，刘屠夫和赵采莲也想不出让赵景荣学什么手艺了。赵景荣只能暂时待在家里。这一日，赵景荣闲来无事，跟着当地的一个猎户上山打猎。可是他仿佛继承了自己亲生父亲赵四海的打猎天赋一般，第一次摸弓箭，居然能够射中动物。虽说没有射中致命伤，但对于赵景荣这个新手来说，也是十分难得的。老猎户觉得赵景荣是天生做猎户的材料，于是下山之后，来到了刘屠夫家，声称自己想要收赵景荣为徒，教他打猎技术，把他培养成一名合格的猎人。起初的时候，赵采莲并不同意，因为赵景荣的父亲赵四海当年就是被凶猛的野兽咬死的，他不希望儿子再做猎户，重蹈赵四海的覆辙。
不过，此时赵景荣却出口说道：“我知道我父亲当年是怎么去世的，我也明白你们的顾虑。不过我确实喜欢打猎，我想成为一名合格的猎手。希望你们能够同意我和这位老伯学习打猎。”赵采莲和刘屠夫听到赵景荣这么说，知道孩子大了，有自己的主意了，于是沉思了一会儿之后，最终点了点头，答应赵景荣和老猎户学习打猎。值得一提的是，赵景荣果真遗传了他亲生父亲赵四海的打猎天赋，甚至比赵四海还要厉害。短短2年时间，便成为了一名合格的猎手。赵景荣靠着这门技艺，挣了不少的银两，家中的日子也蒸蒸日上了起来。赵采莲和刘屠夫一看到2个孩子都已经年过15，于是张罗着为2人一亲。由于赵景荣和赵景秀这俩姐弟遗传了赵采莲的容貌，长得都不差，再加上赵景荣也有着极高的打猎技艺，而赵景秀虽说没什么才能，但是性格温柔，又做得一手极好的女工，一时之间，想要和赵采莲攀亲家的人数不胜数。不久之后，赵采莲和刘屠夫便为赵锦绣选了一个书生作为夫婿。这书生虽说家境贫寒，但是好在他是上进，如今已经是秀才的身份了。若是有朝一日能够考取功名，赵景秀也能成为一个官太太。可是轮到赵景荣，母亲和继父给他说了好几个女子，可是都不太合适。直到姐姐赵锦绣嫁人了，赵景荣还是没有找到心仪的对象。这一日，赵景荣打了一只银白色的狐狸，拿到镇上去卖。由于毛皮并未损伤，有人居然花了3两银子买下这只狐狸。赵景荣乐呵呵地拿着银子朝着家的方向走去。将走出镇子的时候，他看到前方围了一群人，这些人围在一起议论纷纷。赵景荣一下子来了兴趣，赶紧走上前去看热闹。没想到人群之中居然跪着一个15、16岁的女子。这女子跪在那里，身边立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4个大字：卖身葬父。人群之中并没有人伸出援助之手。女子看到没人愿意帮助自己，呜呜地哭了起来，声称自己的父亲去世好几天了，还未下葬。这样的天气，如果再不下葬的话，父亲的尸身就会坏掉了。赵景荣听到这里，心下一软，他觉得这女子身世太过可怜，于是掏出了身上的那3两银子，递给女子，让她把父亲给安葬了。只是对于赵景荣来说，只是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他以为自己和这女子日后再无交际，可是令他没想到的是，赵景荣在半个月后去镇上的时候，居然又碰到了那女子。女子声称自己已经把父亲给安葬了，她现在无依无靠，没有亲人。对于赵景荣这个大恩人，她愿意以身相许，报答赵景荣。赵景荣听到女子的表白之后，有些不知所措，还没等他拒绝呢，女子便拉住了赵景荣的胳膊，对赵景荣说道：“我现在已经没有了亲人，更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你要是不收留我的话，我将无家可归。”赵景荣看着女子楚楚可怜的样子，只好先把她带回家中。在回家的路上，赵景荣得知这女子的名字叫王小芳，今年15岁。回到家后，赵采莲和刘屠夫怎么也没想到赵景荣会带个女子回家。得知缘由之后，十分热情地招待王小芳。王小芳在家中很讨赵采莲和刘屠夫的喜欢，2人都觉得赵景荣如果能够娶得这样的女子为妻，那也是他的福气了。就这样，在赵采莲和刘屠夫的撮合之下，赵景荣最终娶了王小芳为妻。成亲以后，王小芳对公婆孝顺至极，对待赵景荣这个丈夫
也是体贴备至，一家人过得倒也是和和睦睦。可是好景不长，不到半年时间，赵采莲和刘屠夫突然之间生了病，请了很多的大夫，可是都查不出个所以然来。这一日，赵景荣上山打猎，晚上回家的时候，刚到家门口，听到妻子王小芳哭喊的声音，赵景荣赶紧进门查看。可是令人没想到的是，赵采莲和刘屠夫居然双双去世了。赵景荣虽说知道母亲和继父生病已久，可是他怎么也没想到，他们二人居然能够如此突然的离世，当下是伤心欲绝。可是俗话说得好，人死不能复生，在乡里乡亲们的帮助之下，赵景荣最终将母亲和继父双双埋葬在了后山。自从父母去世之后，赵景荣仿佛是想通过劳动来忘却心中的痛苦一般，每日天不亮就上山打猎去了，直至晚上才会回家。回家之后累得倒头就睡，根本无心管其他事情。这一日，赵景荣拉着咱们好几天的猎物前去镇上贩卖。临行之前，他对妻子王小芳说道：“今天这猎物太多了，估计是卖不完的。你今天晚上就不用等我了，要是太晚的话，我就在镇上的表叔家过夜了。”王小芳听了以后点了点头，嘱咐赵景荣路上小心，把他送到村口之后就回家了。可是令人万万没想到的是，赵景荣今天的猎物卖得格外好，到了黄昏的时候，就已经被卖了个一干二净。赵景荣在镇上买了一些生活用品之后，赶紧朝着家的方向赶去。等到回家之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他用钥匙打开院门之后走了进去，可是却听到妻子王小芳和一个陌生男子在说话。赵景荣赶紧凑上前去，打算听个清楚，可不听不要紧，一听令他怒火中烧。只听到王小芳和那陌生男子撒娇着说道：“咱们已经害死了人家的爹娘了，即使你想要霸占他的财产，也要再等些时日，不要这么猴急着把他害死，要不然的话，官府查下来，我们俩都吃不了兜着走。”年轻男子听了以后有些不高兴了，他对王小芳说道：“你和他成亲之后，我发现你变得优柔寡断了起来，莫不是喜欢上了那个猎户？”王小芳此时嗔怪只说道：“哪有的事，我一直以来喜欢的都是你，这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是怕咱们太着急，迟早露出马脚，还是再等等吧。你放心，我明天就给那赵景荣下慢性毒药，不出1年时间，他便会身亡的。到时候我们霸占了赵家的所有钱财，远走高飞，过逍遥快活的生活。”话音刚落，二人听到门外砰的一声，房门被踹开，赵景荣怒气冲冲地站在门外。王小芳和那陌生男子知道事情已经败露，一时之间站在原地，不知该如何是好。那陌生男子想要丢下王小芳独自逃跑，可是他忘记了赵景荣是个优秀的猎人。看着男子跑远之后，赵景荣不慌不忙地拿起了弓箭，嗖的一箭射中了男子的左腿，男子当即倒地不起。赵景荣又是一箭射中了男子的右腿，一时之间，男子失去了行动能力，倒在地上哀嚎不止。王小芳看到这个情况之后，赶紧跪下来向赵景荣求饶，说道：“相公，俗话说得好，一日夫妻百日恩。我知道我之前做的事情不对，求求你饶过我吧。”可赵景荣此时转过头来，恶狠狠地看着王小芳，随即说道：“当初你卖身葬父，我给了你3两银子，帮助你，可没想到你恩将仇报，勾结奸夫，居然把我母亲和继父给害死了。这样的仇，让我怎么能够饶恕你？你们这对奸夫淫妇，我是不会放过你们的。”就这样，
赵景荣把王小芳和她的奸夫一起五花大绑了起来。第二天一大早送交官府。按照当地的律例，女子与人通奸是要被进猪笼的，因此这对奸夫淫妇付出了他们应有的代价。赵景荣看着恶人自食恶果，去了父母的坟前，为他们上了香之后，重新开始了新的生活。不久之后，赵景荣靠着自己的能力，在城中买了一个不小的宅子，而且还娶到了一个温柔贤惠的妻子，过上了令人羡慕的幸福生活。民间故事：岳母住在女婿家，半年后怀孕，女婿闻言不知如何辩解。话说古时江宁一带有一个李家庄，此地民风淳朴，百姓们都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李家庄有个女子名叫李秀娥，此女子虽说是农户之女，但是生的却貌美无比。在16岁那年，经媒婆介绍，认识了当地的一个书生。这书生比李秀娥大1岁，刚刚考中了秀才，姓刘，在家中排行老二，因此大家都叫他刘二郎。李秀娥看到刘二郎的第一眼，就喜欢上了刘二郎。因为当地读书人不多，大多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夫，像刘二郎这种风度翩翩、一表人才的男子少之又少。刘二郎也喜欢李秀娥的美貌，因此在媒婆的撮合之下，二人结为了夫妻。二人成亲之后没过多久，李秀娥便为刘二郎生了一个女儿。刘二郎为女儿取名叫刘思雨。本以为日子会这样顺顺利利地过着，可是俗话说得好，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刘二郎虽说是个文弱书生，但是平日里酷爱看话本，尤其喜欢话本中的英雄人物，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他只恨自己没有那绝世武功，无法做到拯救天下苍生。因此，每次看完话本之后，都会感叹惋惜。这一日，刘二郎在大街上闲逛，突然看到一个年轻的男子对一个柔弱女子动手动脚。刘二郎看这男子的穿着打扮，不像是平民百姓，倒像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富家公子。他一想到话本中的英雄人物，每遇到此事之时，都会伸张正义，于是忍不住想要出手帮这女子。可是转念一想，这富家公子身边的随从长得5大3粗，看起来并不是好惹的，自己手无缚鸡之力，若是贸然出手帮忙的话，恐怕会吃亏。思来想去之下，当他看到这女子即将被富家公子带走之时，刘二郎再也忍不住了，他大吼一声：“住手！”随后把女子护在了身后。富家公子还从来没有见过有人敢跟自己叫板，当下便有了一些恼怒。看到对方是一个文弱书生之后，更加嘲笑着说道：“原来是个穷酸书生，你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居然学着人家英雄救美。”此时大街上围了一群人观看，大家都议论纷纷。刘二郎看到如此多的围观群众，心下觉得如果这次自己灰溜溜走掉，那也太失面子了。于是硬着头皮对富家公子说道：“光天化日，朗朗乾坤，竟敢调戏良家妇女！我虽是一介文弱书生，但是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你这样做的话，迟早有一天会受到惩罚的。”富家公子听到刘二郎这么说，哈哈大笑了起来。笑了好一会儿之后，对刘二郎说道：“你这书生莫不是读书读傻了吧？你也不打听打听，我在此地就连县太爷也会看在我父亲的面子上，对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又算是那棵葱，居然敢管本公子的闲事。既然你这么愿意逞英雄，那我今天就好好给你一点教训。”说完以后，富家公子对着手下的随从使了一个眼色，
手下的2个随从朝着刘二郎和女子走了过来，一个对着刘二郎拳打脚踢，另一个则把女子强行拽到了富家公子的面前。富家公子看着刘二郎被自家的随从打得哀嚎不止，心下十分得意。他对随从说道：“给我照死了打！”说完之后，他便搂着那女子离开了此地。围观的众人看到刘二郎被打得如此严重，有心想要上前阻止，可是正如富家公子所说的一般，他在当地就连县太爷都不会动他，更别提普通的老百姓了。富家公子殴打了刘二郎好一会儿之后，看着刘二郎倒在地上昏死过去，当下也停住了手，骂骂咧咧地离开了此地。有好心的围观者看到刘二郎倒在地上，不知死活，于是合力把刘二郎带到了医馆。许久之后，刘二郎从昏迷之中醒了过来，他告诉众人自己家住何方，并且让众人把自己的妻子李秀娥叫来。李秀娥看到丈夫被人打得奄奄一息，当即痛哭不止。在好心人的帮助之下，刘二郎被抬回了家中。回到家后的刘二郎越想越气，本来只是一些皮外伤，休养一段时间便好，可是由于他心态的原因，导致高烧不退。李秀娥再一次请来大夫为刘二郎医治，可是大夫却声称心病还需心药医，刘二郎自己心中有心结，所以服用再多的药都无济于事。就这样，可怜的刘二郎在1个月后去世了。此事对于李秀娥来说，如同天塌了一般。他们的女儿刘思雨只有3岁，李秀娥没有一技之长。之前刘二郎还能帮人家代写书信、做账房，家中勉强度日。可如今没有了刘二郎这个顶梁柱，母女2人一时之间连生存都成了问题。不过俗话说得好，寡妇门前是非多。李秀娥长得美貌，因此自从刘二郎去世之后，有好多有心人都对李秀娥无事献殷勤。李秀娥尝到了其中的甜头，从此以后，她便跟好几个男子暧昧不清，这些男子也会给她一些好处，这使得李秀娥母女2人的生活也慢慢的好了起来。一转眼，李秀娥的女儿刘思雨已经长到了15岁，她完全继承了李秀娥的美貌。不仅如此，她温柔大方，心地善良，因此想要娶刘思雨为妻的男子也是非常多的。当地有一个名叫赵海的男子，此人家境还算不错，只不过自幼丧母，父亲也在几年前去世了。去世之前给他留下来不少的财产。赵海很有做生意的天赋，家中的财产在赵海的手中短短几年翻了好几倍。赵海比刘思雨大3岁，半年前的一次偶然相遇，他便深深地喜欢上了这个女子。托人打听之后，赵海得知了刘思雨的身世，虽说母亲口碑有些不好，但是当乡里乡亲们提起刘思雨的时候，都会竖起大拇指，称赞刘思雨是一个难得的好姑娘。赵海觉得刘思雨在这种家庭长大，却并没有沾染母亲的那些坏习惯，实属难得，看来也是个出淤泥而不染的奇女子。于是他便去刘家提亲，想要娶刘思雨为妻。李秀娥看到赵海穿着不凡，又听到他说要娶女儿为妻，当下是笑得合不拢嘴，十分痛快地答应了这门婚事。就这样，半年之后，赵海娶了刘思雨为妻，2人成亲以后，举案齐眉，相敬如宾，过得十分幸福。可是没过多久，刘思雨想念李秀娥，父亲去世之后，李秀娥只剩下她这么一个亲人了。如今她也出嫁了，李秀娥在家中难免孤独寂寞。思来想去之下，刘思雨向赵海提出想要把母亲接到家中居住，
由于赵海经常外出做生意，因此他觉得如果岳母能来家居住的话，也能跟妻子说说话，这也是个不错的事情。于是很痛快地答应了。就这样，李秀娥被刘思雨接到了家中居住。虽说赵海家境富庶，但是家中并没有多少下人，只有一个负责做饭、打扫卫生的老妇人。平日里，这老妇人干完手头上的活之后，就会回自己的家，并不留在赵家过夜。因此，大多数晚上的时候，只有刘思雨和李秀娥母子在家中。这一日，离家1个多月的赵海回到家，刚进门，他就看到李秀娥和刘思雨面色有些不对劲。他急忙询问家中是否出了什么事情，可是这二人却支支吾吾，不肯说出口。细问之下才知道，守寡多年的李秀娥居然怀上了身孕。赵海听了此事之后，也是吃了一惊，还没等他说什么呢，岳母居然声称他肚子里的孩子是赵海的骨肉。赵海赶紧向妻子解释，声称自己并没有做出这等事来。刘思雨和李秀娥生活了这么多年，他也知道李秀娥的脾气秉性，因此对李秀娥的话半信半疑。只不过李秀娥肚子里有了孩子，是不正的事实，所以刘思雨并没有大张旗鼓地把此事宣扬出去，转身回了房间。此时的赵海也顾不得其他了，赶紧紧随其后。回到房间之后，他向刘思雨耐心地解释，并且声称自己一定会查出事情的真相。从此以后，赵海开始调查起了此事。不过，由于他平日里在外忙生意，因此调查起来十分缓慢。整整3个月过去了，眼看李秀娥的肚子越来越大，可是赵海却没有查出任何蛛丝马迹来。这一日，赵海从外归来，已经很晚了，他不愿意打扰妻子，于是轻手轻脚地打开了院门。正当他路过岳母李秀娥的房间之时，他听到房间里居然有一男一女对话的声音。赵海感觉十分好奇，于是蹑手蹑脚地走上前去，想要看看岳母到底和谁在说话。可是不看不要紧，一看吓了一大跳。当赵海戳破窗户纸向里面看去的时候，只见里面一个20岁左右的年轻男子十分暧昧地抱着李秀娥。李秀娥虽说守寡多年，但是她也只是一个不到40岁的女子，被这年轻男子抱在怀里，脸上露出了幸福的微笑。她还住年轻男子的脖子说道：“我都告诉你了，让你这几天不要来找我，等我们的孩子平平安安出世之后，我把这孩子赖到赵海的头上，赵家在当地也算有头有脸。我不信那赵海会坐视不理。”听到这里，赵海这才知道，原来这年轻男子就是李秀娥腹中孩子的亲生父亲。赵海看到李秀娥从年轻男子身上站了起来，然后拿出了一些银票，递给年轻男子，并且声称迟早有一天，赵家所有的家产都是他们2人的。此时站在门外的赵海气不打一处来，他把岳母李秀娥接到家中居住，完全是看在妻子刘思雨的面子上。可是没想到这李秀娥居然如此不守妇道，把奸夫带到家里来，并且怀上了孽种，还想图谋赵家的家产。想到这，赵海用力踹开了房门。屋里的李秀娥和年轻男子怎么也没想到赵海会突然走进来，2个人都十分慌张。赵海此时恶狠狠地对屋内的年轻男子说道：“你今天竟然被我给撞见了，就休怪我不客气，我会将你送官府查办的。”年轻男子看到赵海铁了心的不会放过自己，当即怒火中烧，抽出了随身携带的匕首，抵在赵海的脖子之上，并让李秀娥帮忙拿来绳子，把赵海五花大绑了起来。
赵海此时被绑得动弹不得。年轻男子对李秀娥说道：“俗话说得好，无毒不丈夫。今天既然被他给撞破了，那么索性就杀了他，以绝后患。”李秀娥一听到杀人，当即有些变了脸色。不过转念一想，如果赵海不死，那他的后果也将十分悲惨，于是咬了咬牙，同意年轻男子杀了赵海。此时，年轻男子拿出了放在床上的枕头，走向赵海，准备把赵海闷死，然后偷偷运出府，丢在大街上。这样的话，谁也不会怀疑到他们的头上。就在年轻男子准备闷死赵海的时候，赵海却突然哈哈大笑了起来，并且对二人说道：“我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如果你们现在回过的话，我倒是可以考虑放过你们。”可是年轻男子却并不理会赵海，仍然继续把枕头捂在了赵海的脸上。就在此时，门外走进一个身材魁梧的男子，这男子力气极大，一只手就把年轻男子撂倒在地。年轻男子想要挥刀攻击，不过被这魁梧男子折断了手臂。站在一旁的李秀娥看到这个情况之后，惊得目瞪口呆。此时，魁梧男子把赵海身上的绳子解开，赵海站起身来，对李秀娥和年轻男子说道：“我刚才给过你们机会，是你们自己不珍惜，现在可由不得我了。”原来，自从赵海开始彻查此事之后，他便找人暗中保护自己，以免发生不测。此次看到李秀娥和年轻男子的私情之后，本想放过二人，可是这二人居然想要置他于死地，可谓是心狠手辣至极。就这样，第二天一大早，赵海把这对奸夫淫妇送到了官府。按照当时的律例，男女偷情只要被人举报，是要被进猪笼的。于是，李秀娥和年轻男子双双遭到了应有的惩罚。刘思雨看到母亲被进猪笼，心中十分难过，但是他是个恩怨分明之人，他知道母亲这样做是咎由自取，因此并没有怪罪丈夫赵海。李秀娥死了之后，刘思雨和赵海夫妻恩爱，相敬如宾，二人生了3男2女，日子过得十分幸福快乐。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任何感兴趣的话题，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菲菲。都看到这里了，点个订阅再走吧。